截止到今天，共产党在敌后的武装已经发展到多少人？可能5万人吧。50万之众。真的有50万人之众吗？真是太难以置信了，夫人。伪作只是为了将来担心共产党，担心。我刚才跟你说的话，你不要告诉别人。还是说说你下面的工作吧。我的整个第14国际队，所有的飞行员，所有的飞机，已经在前几次战斗中全部打光了，一架我的飞机也没能保住。有时候，我经常做那些十分恐怖的噩梦，所有的人都在尖叫，到处都是鲜血。哪里都是火光浓烟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自己真脆弱。看来，我们都到了同一寂寞的境界。克莱尔，你见过蜘蛛之网吧？上至蜘蛛网的蜘蛛，从不气馁。也不知疲倦，一次一次的不断的编织下去，从不抱怨。不要气馁，克莱尔，从头再来。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了一个去处——昆明航校。我们急需要成熟称职的飞行员，你来做这个工作，帮我们训练他们。国民党高层已经有人在与日本人私下谈和了。谈和？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你在空军的高层一点都没听说吗？我倒是听说，国民议会通过一项议案，只有11个字：敌未出国土前言和，即汉奸。那就是了。从反面证实，确有人在试图违背民心民意。可是此时言和，别人不说，我所接触到的空军将士也没有一个人会答应。毕竟血不是水啊。谁说不是呢？可人家统治地位一天天在削弱，他们突然发现，你共产党在敌后农村是一天天在壮大。可能也是打出来的呀。要是没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牵制，此番会战输得还会惨。可人家不这么看，他们认为啊，是你共产党占了敌后空虚的便宜。他们总是选择错了自己的敌人，为什么不在自身寻找原因呢？新兰，我估计着撤往重庆以后，你的环境会更加严峻，你要学会保护自己，明白吗？妈妈，我累了，不想走了。再坚持一下，到前面再休息好吗？我不想走了，不走了。你们帮我拿一下，来，我背。
这边全是人，没地儿住啊。再往前看看吧。好。俊芬姐，俊芬姐，那边也不行，那边房间里全都是人。那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呢？实在不行，就在墙角那儿凑合一晚上吧。大人顶得住，孩子怎么顶得住啊？是啊，说的也是。这琴声怎么这么熟悉啊？俊芬，你听，是刘亦夫不是？听着像，听着像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过去看看啊。行，你去吧。好的，你去吧。哎，郑太太，小刘，哎，郑太太好，哎，郑太太好，你们好，哎呀，太好了，真是你们呀！别着急，别烫着啊，好吃吗？郑太太，小刘，要走了，跟你道个别。这么快就要走了？是，有规定的时间，所以都得紧着赶。现在也是军人了。哎，待会儿再拆。郑太太，这几张法币是行校的津贴，给孩子买点吃的穿的。作为空军的后继者，我恳请您相信未来，相信你们曾经的付出，也相信您的美丽和善良，都会在未来中找到希望。我留下在昆明航校的地址，如有困难可联系刘亦夫。切记，就这样。报告，云天啊，来，快坐啊！怎么样，跟着我到这儿来，有点不大适应了吧？还行，坐。黄山的防空工事快完工了吧？已经封顶了，正在安装通风设备。千万疏忽不得啊！过几天伟祚就要入驻官邸。是。云天啊，跟我来委屈你了。过去你是在天上，人家在地下；现在呢，你在地下，人家在天上。司令官，这几天呢，我一直在这个城里转来转去的，我发觉我们的防空设施实在是太脆弱了。如果不加以改进的话，我想可能第一轮打击都经受不住啊。哦。发现什么问题了？您看啊，原来的市区人口呢是27万，现在变成了100万，太可怕了。战时的首都，精英齐聚啊，文化、交通、经济、金融、政治、医疗，哪一行少得了呢？也没有必要所有人都住在城里嘛。您看，
这市区的房价都涨了10几倍了，还打破脑袋往里边钻呢。是啊，都觉得首都安全，才往这里边拥挤。四川，四面是山啊，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舰船开不进，坦克要跑翻。安全吗？在我们空军的眼里，四川跟其他城市没什么区别的。您看一下啊，这重庆的建筑呢，多半是木竹结构的，一旦落弹，那将是火烧连营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还有许多的商业区、居民区，居然连防空火道都没有，难道他们不明白吗？他们是住在柴火堆上面。说说你的想法。必须向四郊疏散人口，至少要1/3以上。还有城南的棚户区，必须马上推倒。商业区、居民区必须推倒部分房屋，留出防空火道。你想过没有？这些举措都牵扯到民生民权呢。咱们的防空指挥部仅只是一个军事部门，要想疏散人口，1/3啊！你想过没有？1/3将近40万，让40万人都赶到乡下去，别说我这个闲职做不到，恐怕就连咱们的行政院长也做不到。那要我们这个防空司令部有什么用啊？难道是打金啊，拉警报？那你的意思呢？我们必须集权，比如警备、消防。好了，不要说了，我明白了。你想过没有？你这一集权不要紧，多少人可就失业了。现在人人唯恐自己手中权力不大，你可倒好，还想把权力集中在咱们的手上，谈何容易啊！老杜啊，咱这是一谢不如一谢，老子杀到重庆哦，连张电灯都没得。老杜啊，嘿嘿，你好，来，我拿一下。刘爷啊，带队不还累到啊？当心脚下有牛粪呐！我刚刚有踩到，很衰的啦。我说怎么这么臭？刘爷，你来了。哎，这人谁家老宅子呀？哎，回头咱烧炷香啊，别惊扰了人家祖宗。咱们什么时候住过这种地？哎呀，不要不知足啊！在城里啊，部长都没得住了。在南京，行委会包了一栋大楼还嫌不够，到了重庆啊，就租一栋小洋房，还不如这里大了。哎呀，要知足啊！非常时期，一切从简吧。哎，小光头，咱今晚吃什么呀？白菜炖牛肉罐头了。还有呢？还有，牛肉罐头炖白菜了。那不都一样吗？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就特别怀念少平。论伺候人，这小子是个天才。哎，少平呢？在路上呢，陆地进川，难于上天。航务门，我告诉你，对你来说，第一位物资就是航空汽油和航空弹药。金银细软可以不要，但是空军没有油弹，我就把你塞到油箱里去。司令官，咱要是能烧得着也行，可眼下实在没有那么多的汽车，上万吨的东西只能走水道，还没有轮船，得靠木船拖动。一艘船就得上百个赤身大汉爬着拖，拖着爬，爬个几十天上千里，从宜昌到重庆，有的还得更往前，爬过泸州，爬过宜宾，实在是没办法，快不了啊，司令官。我知道这件事情有难度，要不难，我找你老潘来为我做干什么呀？我知道你老潘有能力，办法多，
南京大战，你不还立了大功吗？可你娘的也被扛到功劳簿上啊！一句话，凡属今后有刁难空军，甚至想发国难财的人，你不妨替我毙他1、2个。司令官，口说无凭，你给我写个手令，有你的手令，我潘务本真敢毙他1、2个。毛兄啊，老远就听见你在骂人，真不愧是伪作的好学生，别的没学会，伪作骂人那一套啊，你可是学会了。伪作骂你，你骂你的部下啊！老哥，这可真是当家才知柴米贵呀！你撒手走了，可不全都给我了吗？来，看座，上场。我今天来是认门儿，我这个防空总指挥啊，还得仰仗咱们空军啊。你打好了，我才能安然无恙的睡个安稳觉。老哥，咱的这点家底儿，你是最清楚的，不好说。毛兄啊，这重庆是个雾都啊，我估计明年5月份之前不会有什么情况，你我还有半年准备时间。信心咱是不缺啊。虽说我们丢了武汉、广东，这仗还在打，而且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。可问题是，上头的决心，你一点风声也没听说吗？怎么能没听说呢？那都是那些政客们的事儿。你我是军人，少掺和。你我的本业就是打日本。是，我不掺和。可我就是有点生气，仗打成这样，死了那么多人，现在又突然冒出个和平主义，这不是汉奸吗？我跟你说，毛兄，这些人呢，复杂的很，可咱们得守住一条，拉屎都离他8丈远。老哥，新的差事感觉怎么样？挺好。防空总指挥，目前来讲是个闲职，没人跟你较真儿，挺好。老哥，这可不是你的威严，切不可怠慢。以小日本的实力，我们重庆的制空权说丢就丢。一旦失去了制空权，防空指挥部的意义就远远大于空军。那是我们首都的安危，不是在陆军手上，也不在空军手上，而是在防空指挥部的手上。毛兄啊，还是你的眼光老辣，看得透彻。可我的周围左邻右舍没人这么认为，就把你当成一个清水衙门。行啊，我就是个小和尚，整天敲敲钟，放放警报而已。别急，老哥，只要炸弹一旦落下来，那些笨蛋马上就知道你那究竟是个什么样。
工作。哎呀，我一下飞机就感觉到自己犯了个错误，把我的皮背心儿放在屋里。我总以为啊，南京要比东京暖和一些。你们谁能告诉我，这座英冷的建筑物有多长历史了？这个不知道。报告参谋长阁下，不超过10年。你这么肯定？国民政府1927年建都南京，这座建筑是建都以后建的。你怎么知道的呢？这里是中央军校，它的前身是黄埔军校，中央军校沿袭了黄埔的传统。森川将军曾经担任轰炸南京指挥部的总指挥，因此他非常清楚他所轰炸的目标。嗨！各位，我这次来就是要和你们华中派遣军共同来讨论战略轰炸问题。有一个新情况，大家不太了解。我们长期的秘密工作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。我可以告诉诸位的是，国民政府的高层领导已经出现了分裂，我们想拥有新的说话对象，而这个对象可以和蒋介石分庭抗礼。堡垒总是从内部崩溃。为促使蒋政权的内部崩溃，大本营决定改变我们目前的对华政策。在战场上，帝国将不再对国民党军实行大规模的进攻。请注意，共产党的八路军、新四军不在此限制之内。他们太活跃了，居然牵制了我们40万兵力。要无情地扫荡他们，改变这一局面。当然了，对于你们华中派遣军来说，此次大本营的战略变动，对你们的具体战术变动最大，但为促使蒋政权的全面崩溃，就是这个战略变动的最根本的目的。而重庆就在你们的分工之内。森川将军，嗨！我很欣赏你对南京的轰炸，能谈谈体会吗？总长阁下，要说体会，其实很简单。航空兵本来就应该是一支独立的军种，它完全有能力单独达到作战目标。啊，你说的太笼统了。你可以做一假定。假定你现在的目标不是南京，而是重庆，你可以单独用你的航空兵去获得这样的成果吗？不要紧，我来就是讨论的。总长阁下，必须具备3个条件，我才能够做出准确的回答。你说吧。第一，必须集中目前我陆军、海军所有可以调动的空中力量，以确保对打击地内的绝对制空权，包括对战略地点的超饱和的轰炸强度。我们对南京的轰炸，一次就超过了100架次，但是对待重庆的轰炸，这个强度还是远远不够的。必须成倍的增加。对，我认为有道理，必须啊，对。啊，继续说。第二，必须改变空军只作为地面的附属，一味的协同地面作战。相反，
地面部队应该协同空军作战。现在，和共我空军起飞的前线机场，距离重庆太远，能不能考虑发动诸葛战役，把前线机场推到重庆的周边？很好，继续说。第三，就是要有一个相应的政治环境的配合。比如说，有一个可以与蒋政权分庭抗礼的代替政府；再比如说，如果轰炸凑巧，可以捕捉和消灭他们的统帅或统帅部。总之，要让整个重庆充满恐怖、失败、沉沦的气氛，让他们的权力机构分崩离析。如果具备以上3个条件，空军完全有可能，甚至是改变整个战争的进程。嗨！诸位，现在我必须要给你们交一个底。在我离开东京之前，御前会议已经讨论，并且做出原则决定：对迁移到重庆的不妥协的国民政府，将采取国家战略性质的空中打击计划。稍晚几天，等这个计划完善之后，将交给大本营作为命令予以颁布。因此，我希望各位都能够像森川将军那样，能够继续的完善和丰富这个国家战略计划。这是帝国的一次充满政治意图、全局性、战略性的轰炸，目的就是为了一炸复合，一炸破墙。1938年12月2日，日本天皇向侵华日军下达大陆令第241号，命令对重庆政府实行航空进攻作战。当天，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发布了345号大陆作战令，宣称摧毁敌人的航战意志是航空进攻作战的目的，作战的目标是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，特别要捕捉消灭敌最高统帅的最高政治机关。几天后，日军将在华航空主力集中于武汉周边，其中 W 基地成为日军航空部队轰炸重庆的重要基地。敬礼！礼毕！海军少将森川俊雄，奉命接管 W 基地的指挥，请多包涵。W 基地归你了，森川将军。将军，你不能就这样走啊！你还没有完整的交接呢。森川将军，在我们陆军来之前，这间指挥部就是这样。可据我们了解，你们陆军第1飞行集团已经对重庆进行过不止1次的试探性打击，能介绍一下情况吗？森川将军，我得到的命令是原地休整，不是缴械。再见，祝你好运。敬礼！
向华中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发报：我航空兵团已进驻 W 基地，从明日起，即开展为期7周的远距离轰炸训练，并适时的对正值雾季的重庆进行试探性打击，尽快的熟悉战场，熟悉航线，完成大本营所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。W 基地空袭指挥官森川俊雄少将。马上送交防空指挥部，请周长官也看一看。是。最近武汉 W 基地活动频繁，从空中的通讯来看，他们所有的在华航空单位都出现了陆海空都，战机达300架，其中100架为远程轰炸机，而且他们刚刚进行完7周的远程轰炸训练，敌人的目标很清楚。而我们重庆的雾季也即将过去，大家闭着眼睛都能想象会发生什么。森川俊雄的作战方式，我们在南京已经领教过了。他是杜黑理论的狂热信徒，就是他极力主张把打击目标面对着城市平民。所以，重庆居民的防空就尤为让我担心了。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疏散，而且要快，雾季就要结束。我曾在诸多会议上不止一次地提出过，可没人听得进去。重庆现在是一片繁荣啊，沿江建立了工业经济带，到处都需要劳动力。那么多的学校、研究机构、文化单位，还有30余国的驻华使馆、银行、商铺、医院、楼堂会所，党政军3大机关，到处都是机会，到处充满了活力。你没听到重庆市长的豪言壮语吗？要把重庆建成与华盛顿、伦敦、莫斯科齐名的大城市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们防空司令部必须有绝对的权威，说话有人听，听不进就得下行政命令。我原来倒是希望日本人能帮帮忙了，可自从汪精卫投降之后，日本空军倒是来过几次，不过是探探风。许多人认为日本空军不过尔尔，以此为依据，所以也就越发的听不进去了。必须让上面人清楚，不能见了棺材才落泪，到那个时候可就晚了。引爆。是。这就是我们最新研制的96式燃烧弹，采用触发式引信，内置了铝热剂和镁合金，一旦爆炸，可达3000度高温，并可持续燃烧10至15分钟，而且内置了氧化剂，即使与空气隔离，也会持续燃烧，难以扑灭。你告诉我，它能烧穿水泥屋顶吗？我们做过实验，它可以烧穿20厘米厚的水泥屋顶。そうか。我想，对于重庆那些成片的木质建筑，这样持续的燃烧时间已经足够了。再试试你们的凝固汽油弹。是。引爆。
掏钱吧！来，快！再来一次啊！掏钱！来，哥几个，搞什么搞？你们搞错了！看见了，把前锋走。哎，行了，左边。哎，高大佐来了，高大佐，这干嘛呢？啊，没事。这不是今天有雾吗？训练不了，哥几个就说出来玩玩，谁输了谁掏钱打牙祭。能算我一个吗？试一下啦！好久没摸枪了，我这叫一目了然。掏钱吧！来，小广东，把钱拿过来。我跟你们说呀，这个地方供应点差了，没有肉吃。好了，行了，别难为他了。来，把钱拿着，我请客。我晓得了，那里呀有家烧鸡公，味道好啊。你不买不着吗？哎，你们先过去，我跟厂里有句话说，一会儿就过来。好，哥几个，我们走。我们一会儿见啊。好，走。哎呀，还是这边的日子过得快乐呀。怎么着？你在那边不顺心啊？这防空司令部啊，就是一个养人领薪水的地方，各部门挑剩下的人全去我们那了。你知道吗？昨天给我们分来一个什么人呢？国画院的画家。我问他，你会什么呀？他说我会画山水画。我说山水画就不用了，既然是画家，一定会写字，对吗？你就给我写点防空警示标语，什么此处炸弹未炸，防空洞向左走，向右走之流的。你还别说，他写的字还真不错。你说周将军也是，干嘛拉你去那儿？周将军有时候也身不由己啊。行了，不说这个了。这雾季呢，很快就要过去了。小鬼子说来就要来了，此次的攻势一定会超过当初的南京。最让我担心的是，这重庆的人口建筑可比南京密集多了。你肯定明白我在说什么。你知道我这个参谋主任人言为轻呐，说话不好使，所以只能过来求你老弟了。你说。据我对现在空军实力的了解，如果大批敌机来袭，我们挡上一阵子应该没问题。但要完全阻击他们，不让他们投弹，基本不可能。所以，请你老弟的驱逐机群务必要做到一点，过来看看。如果敌机来空袭重庆，必经长寿至八县越过嘉陵江进入市区，请你一定要拦截他们，顺相国寺和江北线这条通往闹市区的航线，把他们堵截在闹市区以外。如果不然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放心吧，我会把这个拦截原则告诉所有飞行员。谢谢。也只能如此了。两害相权取其轻。将军，既然是读报看新闻，我想就不必欣赏德国音乐了吧？夏将军，哎，那要看是什么新闻了。你还没有看到吧？德国空军的秃鹰军团刚刚轰炸了西班牙北部城市格尔尼卡，一次就死伤2000多居民。德国人为这次行动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无差别轰炸。还是杜黑那一套，不过换了个说法而已。阳光下本来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，他们这一套和我们1年多前对南京的轰炸
如出一辙。但是德国人却出了大名，震撼了世界。将军，欧洲不同，那里放屁拉屎也会成为新闻。等着吧，加藤君，我会让重庆一夜成名。无差别轰炸。